在切入正题之前呢，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枪和游泳池，你觉得哪个更危险？房地产中介是不是真的想帮客户卖一个好价钱呢？金钱能决定选举结果吗？要是我现在告诉你，游泳池其实更加危险，地产中介并不是总想为客户卖一个好价钱，金钱并不能决定选举结果，你是不是会非常的惊讶？不会吧，明明答案不是这样的。其实类似于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明明答案很显而易见，但是真相往往并非如此。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本《魔鬼经济学》有点不同寻常，这本书讲的确是经济学问题，但是一点都不枯燥，还特别好玩。总之一句话，故事很好听，材料很有趣，结论很惊人，方法还是蛮实用的。好了，话不多说，赶快来进入魔鬼经济学的世界吧。动机可以分为3大类：经济动机、社会动机和道德动机。举个例子，美国为了推广禁烟，每包烟多收了3美元的税，这就是经济动机，能减少烟草的销售。再比如餐馆、酒店等一些公共场所禁烟，这就是社会动机。还有美国政府说，在黑市贩卖香烟是恐怖分子筹钱的手段，这能唤起人们的良知，这个就是道德动机。大家有没有想过，盗窃、作假、诈骗这样的机会有很多，但现实是这样的犯罪并不多，这是为什么呀？到底是什么阻止了人们去犯罪呢？首先，人们害怕坐牢，害怕失去工作、房子和自由，这些呢说到底都是经济处罚，也就是抑制犯罪行为的经济动机。其次，人们不想做自己觉得不对的事，这就是抑制犯罪的道德动机。最重要的还是第3点，社会动机。人们不想被别人发现自己在做坏事，被贴上恶人的标签。就这样，经济、社会和道德因素3管齐下，阻止了犯罪的蔓延。不过，动机对人们的行为影响并不一定按期望中的进行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动机有时会带来意外的结果。咱们举个例子，话说有一家托儿所，每天规定是下午4点之前，家长必须把孩子给接走，可是总是有家长却迟到，这老师不得不留下来陪孩子一起等啊。你想啊，如果是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一个经济学家出了一个主意，对迟到的家长进行一个罚款，迟到10分钟以上的家长每次罚3美元。结果呢，实施罚款之后，这迟到的家长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很快的就翻了1倍，这是为什么呢？惩罚这怎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首先，你看这3美元的罚款，这太微不足道了。来算一算，假如父母每天都迟到，1个月顶多60美元，而每个月的托费呢要380美元，这也就是不到1/6。对于一个每个月花380美元的你，罚单60美元，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另外，罚款让经济动机取代了道德动机。你看，本来在实施罚款之前呢，家长迟到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愧疚，觉得这个对不起孩子啊，对孩子不负责任。但自从实施了罚款之后，多花3美元就能够抵消这种内疚感。在他们看来，确实是迟到了，但我接受了经济惩罚呀，这时咱们不就扯平了吗？更何况也就损失了几块钱而已，这算不了什么。最后呢，某种动机一旦存在，它的效果就很难消除了。经济学家在7个星期之后取消了罚款，然而家长的迟到次数呢并没有下降，他们现在迟到不仅没有愧疚感，连罚款也不用交了，还有什么理由不放心大胆的迟到了？所以说，施加动机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尤其是在已经存在了某种动机的情况下，再引入动机之前，一定要考虑新的动机会不会替代原来的东西，引发意料之外的结果。我们在对事件的寻找原因的时候呢，还经常会目光短浅而忽略更深入、更不直接的原因。我们举一个例子，1989年末，美国的犯罪率达到了顶峰，在那之前的15年里，犯罪率上升了80%，于是专家预测犯罪率会继续攀升。但让人惊讶的是，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犯罪率开始突然间下降，最后一路跌到了40年前的水平。这是为什么呢？同一批专家又赶紧跳出来解释说，经济好转、更加严格的枪支管制法、新型治安策略、警力增加、入狱率增加等等等等，都是犯罪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些解释听上去都很有道理，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证实，这些因素当中大部分对犯罪率都没有任何影响。
那么最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经过一番探索之后，对犯罪率下降最大的因素在当时竟然没有都被提到，那就是堕胎政策的改变。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出生在不幸家庭当中的儿童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儿童。家庭主要指单亲和贫穷年轻的女性，如果是无依无靠又穷困潦倒，这往往一般都会选择堕胎。而几十年前，美国堕胎是并不合法的，直到1973年著名的罗斯韦德案之后，这美国才开始实行了堕胎合法化。从那以后，处境不好的年轻母亲有堕胎的权利了。假如呢，他们没有堕胎，等到1989年的时候，这些孩子最大已经16、17岁了，刚好到了犯罪的黄金期。然而，这些孩子并没有出生，少年的数量因此大大减少。换句话说，美国犯罪高峰期并没有如期而来。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潜在的罪犯减少了。所以说，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要警惕那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就算是专家也可能会被这些看似靠谱的原因所迷惑。而另一方面呢，很小的事情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很深远的影响，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在分析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时，也别着急下结论，而是要深入分析原因，把经济思维运用到生活当中，了解事物表象下隐藏的真相。相信聪明的你一定会有更好的决策。您瞧这本书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这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本书。欢迎留言评论，说说您的看法。